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钱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伊朗现在如何全力反击呢？我们看到真实承诺4的行动第30轮攻势已经开始了，他们用导弹、用无人机成功打击了好几个美军基地，还有以色列北部的目标。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是伊朗这里发布的讯息。您看到在黑夜中这个导弹升空，伊朗说它摧毁了伊拉克美军基地4个重要的雷达以及4台萨德雷达的系统，包括您看到因为这个伊拉克里头有很多美军基地啊，在鲁拜、鲁维斯、哈尔吉以及阿兹拉克地区这些萨德的远程雷达先后都被定点清除这是来自于伊朗国家电视台的宣称。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样子的无预警的突袭那这个它也同时攻击以色列啊，而且是针对以色列全境所以你看到呢，突防的能力突然变得很厉害以色列看起来有一点点疲于应对，尽管它有铁穹。我们来看看呢，伊朗做了什么事情？他向以色列所有的民众发布简讯你手机打开就看到这个简讯的内容是什么？叫他们立刻逃离呀他说这个地区你们美国人最后的雷达系统已经被我们摧毁了，你们的政府领导人在对你们撒谎，离开这个国家，导弹正在路上，没有任何避难所能够提供安全。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当然这是心理战，还有各种的资讯战，以及真真实实的飞弹攻击。那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伊朗所使用的导弹，主要属于第1代跟第2代的型号，未来伊朗将采用新的攻击方式，使用先进的远程导弹展开行动。不过也有人要问呢，说那伊朗真的有这么多的飞弹啊？它真的有这么多的武器吗？我们看到这是革命卫队的发言人，他就回应了，他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个已经有半年高强度战争的能力，我们有具备因为过去他们有危机意识啊，所以储备了什么呢？包括重型导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多型无人机以及攻击型的潜艇在内的武器装备。他说这可以应付至少半年的长期作战。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战争有点各说各话。包括川普不是不断的说吗？已经把伊朗打得稀巴烂，可是伊朗说他可以再继续作战半年的时间。那伊朗呢进一步说，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把美国完全撤出中东，因为美军在中东这块地方有非常多的基地。他说我要把你全部关闭你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基地。那另外，川普是不是有一点太过鲁莽了呢？现在美国国内也在讨论他是不是不懂伊朗？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美军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8人，有一些美军的遗体运回本土了我们看到呢，这个来自于伊朗的飞行这个军事飞行物袭击沙国的住宅区所以有一些平民百姓也被波及了，至少有2死12伤这是他们伊朗的报复行动。所以美国已经下令撤离驻沙乌地的使馆人员。另外继承的人到底是谁呢？有一说是哈米尼的次子穆吉塔巴，可是川普已经很早就说了，我不接受他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继位。美国的国防部部长，也就是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是这样讲的，他说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由川普来决定，川普设定伊朗的投降的条件。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有说了，伊朗他有他的所谓的第1副总统这一位先生，他说川普根本不懂伊朗。我们来听听看。چون هرچی ایشون تلاش کرد مردم پاسخی به او بدن ندادن. حتی تهدید کرد، گفت شماهای بعضیاتون که به ما پیغام داده بودین که اگر ما حمله بکنیم به ما میپیوندید، اگر به ما تو این شرایط نیاید ما لوتون میدیم. این نمیفهمه. بابا ایرانی ها ممکنه با هم اختلاف داشته باشن اما ایرانی هن. اینا پای ایران ایستادن، پای تجزیه ایران با شما همکاری نمیکنن.
好，我们看到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美国有说，川普有说要让伊朗的政权更迭，而且他认为他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不过，美国的媒体引用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他说大规模的袭击伊朗不太可能推翻政权哦，所以已经跟这个川普的政治目标看起来有一些完全脱钩了。那另外，美军的战斗力又如何呢？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啊，外界就在质疑美军的战斗能力，包括我们在节目上提过好多次啊。美国在3月2号就是攻打伊朗的前3天，有3架美军的 美军 F-15E 的战斗机在科威特上空坠落。后来有友军误击的事件，以及我们看到更早之前，在2024年的12月21号有美军的这个 F-18的战斗机在红海上被一艘美军的巡洋舰也是误击好多这样的事情，包括在2003年都有这样的误击事件，那当然都会被大家来讨论。来，请教亮哥。我觉得伊朗的战法就是把阿拉伯半岛的美军基地清除雷达清除，那这样就少掉了一些节点嘛因为美国不管是要侦测伊朗的飞弹，或者是要做拦截，帮以色列拦截了都是透过阿拉伯半岛上面的雷达站嘛。那目前真的是被破坏的非常多，所以以色列的预警时间变短了。其实也包括美军而且我看过一个报道，他们本来有那个萨德，那个是更高空的嘛，有萨德，有这个就是有不同这个层次的预警雷达，本来可以预警到多长，你知道吗？可以预警到30分钟，就伊朗的飞弹一射出来，以色列就知道了。那现在可能预警时间缩短到1分钟内。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以色列开始有越来越多目标被炸到？因为它反应的时间变短，那就表示伊朗这个策略是对的因为一开始你去打以色列是没有用的你一定会都被拦截掉。你看以前就是这样嘛，所以他这一次就先对不起邻国了所以昨天伊朗总统不是跟邻国道歉吗？对。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他说我没有想要炸你们，我们要救亡图存我不这样打我怎么打？而且他还把那个邻国的经济设施、油田对，甚至杜拜机场都扯进来了嘛。他不这样做，美国跟以色列要打他的油田而且昨天事实上也打了一个伊朗的炼油厂，炼油厂被攻击了。所以你去想伊朗的战术就是第一个我要清掉美国在阿拉伯半岛的雷达，那接下来才是真正要打以色列的时候。然后第二个，你们不可以打我的经济设施你们说我打，我就跟阿拉伯半岛一起死。他策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那个伊朗有一个净水厂被打嘛，我觉得这个目标是错的了，因为伊朗事实上依赖净水厂取得的水是整个中东地区最低的。不到10%，以色列是80%。阿拉伯半岛的国家依赖净水厂取得可用的水，大概60到70%。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玩这一招，我跟你讲，如果伊朗开始打这个阿拉伯半岛跟以色列的净水厂，这个等于是要灭族这就不是在作战了。所以我是觉得伊朗大概就是在定规矩了。所以有些东西不能打你如果打了我会怎样那如果回归军事本身那耐不耐打就取决于2个嘛。第一个，你弹药量够不够那美国目前攻击的弹药是没问题美军的攻击弹药是非常多的重点是拦截的弹药，就防御我们说军舰就是 SM2、SM6、SM3你够吗？那如果是地面目标，就是爱国者飞弹跟萨德飞弹，那很明显美国是不够拦截的部分有人认为7天有人认为最多就是2个礼拜。那你如果拦截弹没了，你怎么办？所以就有人在说了，可能会来调亚洲的货。
南所以韩的，已经掉了韩国的萨德嘛已经掉了对，乌山基地就已经你确定我们台湾在路上的爱国者不会被挪过去吗？会。哦，我跟你讲，如果这样交货时间又要再延长，因为它的弹药量变少嘛，那第二个就是你能不能够炸到伊朗在地下的导弹层，因为现在地面的目标大概都被炸光了，所以比较有价值的军事资产，坦白讲，伊朗都被炸光了啦，所以你看才会是炸净水厂嘛，对，去炸人家炼油厂嘛，因为其他的重要的军事资产都在地底下。可是问题是，不好炸伊朗那个山很深啊，对，很多都超过100米。上次去炸那个核设施也没有成功啊，因为美国的 GPU 武器最大的钻地弹，对3万磅的，只能炸60公尺。所以我觉得就是僵持在这里啊。对，你炸不到人家的地下层，然后你的拦截弹越来越少，那当然还引起什么油价上涨啦、股市大跌啦，这种种外在的因素。那这个都会对川普构成压力。对，的确是。来请教这个张也庭将军，美国想要推翻伊朗政权，我认为困难度慢慢增加中。是，本来刚开始还蛮容易的，因为里面有示威、抗议、游行，但是一旦开战了，现在这个伊朗战争已经打了10天了。那现在美国没有动用地面部队，想要推翻伊朗政权，我认为难度蛮大的。你要有占领啊，你要有具体的这些军事上的行动啊，不是只是做空中攻击、空中轰炸就可以达成战略目标，因为有的它是藏于地下，那你没有进行地面作战，你没有办法对伊朗做一个源头打击。那但是如果这地面作战，美军的代价就会高了，美国的风险也会加大，所以美国要不要这么做？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啊，他还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有所顾忌，所以我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他还在这边做一个蠢度，做一个考量当中。第二个，现在伊朗的内聚力啊在增加，它本来的时候推翻力还蛮有的，现在没有推翻力了，这革命的力道没有了，那现在反而变成内聚力，那伊朗团结起来了，要把伊朗政权推翻，困难度比以前更大。那现在因为美国也炸死了非常多的伊朗的平民，那这个都是做给伊朗做文宣做使用，尤其是那165个，有人说是175个的这个小学生就你小学女生嘛，被炸死了嘛，那这个就是那这个怎么样去交代？美国有没有说把它这个做一个检讨，把这个事情做一个负责任，或做一个道歉，或者在美国来降个半旗？因为这些都是手无寸铁的小学生，是这个样啊。美国没有在这方面负责任，那反而就是对美国官兵所牺牲的，他这边很隆重。美国人的生命是命，伊朗人人民的生命不是命。那伊朗刚好可以做大肆做文宣呢。对美国来讲，它战争的合法性、战争的这个道德性跟正义性就没有了。所以美国在这方面的它的舆论的性呢，它到现在为止已经略趋到下风去。那第三个我们来看呢，就是美国的斩首战呢，这个没有一举奏效，让伊朗提高了警觉。他杀了这些不管哈米尼也好，还有这40多个这个高级官员也好，但是问题是他有接替人选上来啊，前仆后继接上来。那接上来之后呢，他这一方面的内部的这种内聚力又增加了。那这样的话，他反美的力道又更强。那美国怎么样去推翻伊朗目前的政权，困难度更增加。而且现在伊朗打的是高价目标，我们知道一套杀头系统啊是320亿台币，而且不是现货，你能够做就做，那要耗时间的，没有像飞机飞来就可以了，不是，它这个将近2000个小雷达，它是相位阵列雷达，它是用 X band 是非常远，可以看到3000公里外的目标，就发射这些飞弹起来，它可以做预警发射，但是问题是被打掉，那打掉之后要重新做一个调教整补，那个很耗时间的，那不是说快那么快。飞弹可以调拨，爱国者飞弹呢可以从韩国、其他国家、亚洲国家调拨给美国，但是萨德没有办法，不是说调拨就调拨。那换句话说，那美国的关通系统、以色列的关通能量都降低了。那这样子，伊朗所发射的地对地的飞弹，还有伊朗所打的这无人机，那这样子突防的几率就增加了。
那会造成美军驻在中东地区的阵地，还有以色列的这相关的这些军事设施一种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面临比较大的风险，这是他们后续都必须要去处理、要去解决的。是来请教苑老师。我在2月28号以前认为美军所向无敌，我现在非常怀疑我基本上的信念啊。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哈，这个美国重兵啊，尤其是非常重要的雷达啊，就是放在中东，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萨德就4套啊，那其中的话呢，有一种能够监测到5000公里的那个雷达啊，好像是在巴林吧，对不对啊？然后说呢，一下子这个在卡达啊，卡达有个就对，扑噜爪雷达哈。那么这5个雷达其实讲起来都非常厉害啊。那么这个大家都公认的，那所以说才会想到说啊，美军现在这么厉害。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伊朗跟美国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啊。不对称的战争的话，伊朗根本大家听了个半天，也没有海军了，也没有空军了。我怀疑现在陆军是全面备战的，但伊朗只有无人机再加上导弹，就已经把美国的重要的雷达，我觉得这场战争打到现在最可怜的是韩国，你知道，韩国萨德还要搞得乐天嘛，对不对？搞了个多少年了，对不对？哎呀，8、9年来，韩国被大陆制裁，搞了半天搞一场空嘛，对不对？我说句良心话，我在这边讲，美国为什么会出现？你记不记得上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在讲说，听到前子讲说，哇，不早3架 F-15都是自己的友军打下来的。我当时一听，我们将军觉得不可思议。虽然我是哲学家，但我觉得友军连打3次就不得了。当时我们亮哥万事俱通，就这件事情讲不清楚到底是难以理解嘛，对不对？到今天为止，我告诉你，没有雷达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关键的。那这到今天来讲，美国也没讲清楚。好，我现在另外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是这个前一阵子川普讲说什么叫无条件获胜，我来决定啊，打胜了你没有反抗力了，那我就获胜都走了。那川普现在要急着结束的，他要去中国访问的，那些正在打的伊朗怎么访问的，根本不可能事情嘛。而他在飞机上根本乱讲说那个女子小学事情，他说那个炸弹是伊朗投的，他是说伊朗非常荒唐，我亲耳听到我都吓了一跳。这个人讲话我完全不相信，而且最重要的原因的话，人家伊朗开出条件了。对不对？你所有的军事的这个装备什么的，通通退出中东。我跟你讲哈，中东是一块回教徒的圣地啊。中东里面有美军这个异教徒，对回教徒来讲就已经是极大的侮辱了啊！大家要记住，这个沙特当中有很多人，包含宾拉登在内，他们都会觉得说异教徒就不能够靠近沙特阿拉伯这块地。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现在伊朗没有别的好处，我也不喜欢伊朗，但是伊朗它够种，够带种，它的带头反美，所以说他们的副总统阿雷夫也讲说，你要了解啊，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伊朗有个错觉，觉得伊朗是个神权国家，错了，也是觉得伊朗的种族很分裂，知道吧？错了，什么阿塞拜疆人他欺负波斯人什么，没有这一套啊！伊朗的内部的话呢，有他们自己的认定，否则不会在47年的制裁下。伊朗能够撑过来啊！我必须强调，伊朗很苦，但是他就是要给你打个鱼死网破啊，对不对？他都不活了，就这种情况啊。对，伊朗现在他的策略是什么？刚刚亮哥也特别提到了，他炸包括这个美军基地，尤其是像是它的雷达系统。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美军的 digital 的大脑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先来看看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讲说，他们现在的布置是呢，60%的飞弹还有无人机锁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另外40%指向以色列一边打以色列一边打这个美军基地。那另外呢，他炸了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这是发生在3月1号，伊朗革命卫队的无人机直接用这个无人机攻击亚马逊 AWS 的数据中心。您看到起火当时的状况，那个时候有一些云端服务这些都还没有恢复所以伊朗这把火烧的不是亚马逊的服务器，烧的是整个中东数据绑定的战略格局所以非常聪明这个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些数据的服务，恐怕你就跟瞎了眼的这个状况一样我们看到呢，这个分析是这样讲的：美军在中东的每一次无人机打击，每一轮导弹拦截，每一份情报分析背后都需要庞大的云端计算支撑所以亚马逊的这个 AWS 不是普通的商业设施，它是美军的数字大脑和 AI 眼睛所以它直接要你的命。那另外我们看到刚刚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说，
伤及无辜啊，尤其是小朋友、平民，这件事情是只要是人都没有办法忍受的。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呢，德黑兰昨天遭到以色列狂轰，而且都是轰这些炼油的设施，所以您看到画面就是好像是石油雨一样。因为这个炼油厂被击中了嘛，所以你看到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储油槽被击中之后，火光冲天，甚至街道排水沟都出现了燃烧的火焰，这个画面非常的惊人哦。那因为它到天空上面之后呢，有一些重油就落下来了，所以当地居民说好像是石油雨这样子的诡异景象，那当然是很不利人体健康的哦。那现在呢，美军也警告伊朗民众说，你们要小心，因为我们有侦测到，伊朗的革命卫队从住宅区发射飞弹，所以有3个城市啊，你这些发射飞弹的基地，我会去炸你哦，而且这些都是住宅区。那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子的憾事发生，因为民众都是无辜的。另外，我们这几天一直讨论到的伊朗的女子小学被炸，大家看到那个小朋友的身体这样小小的被放进墓地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难受哦。那现在伊朗媒体发布了这个小学被炸的瞬间，您看到的画面就是伊朗媒体发布的女子小学被炸的那一刻哦，这是战斧飞弹从天而降。超过170个人无辜丧命，而且其中90%以上是7到12岁的小女孩哦。所以这件事情的确哦，当地人尤其是亲属是有权利知道这飞弹是谁发射的，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另外，美国考虑控制伊朗哈尔克岛的计划，因为这个岛大家看一下这个地理画面。这个岛在这儿，哈尔克岛。那这个岛据说呢是伊朗的主要石油出口的码头在这里，所以美国可能会派什么样的特殊的82师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种部队去把它给占领啊？那你也可以看到赫姆兹海峡在这哦，那中间其实这个90%的原油出口都从这个码头运出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伊朗几周内就可以制造11枚核弹头哦，这是西方媒体认为川普考虑地面打击来没收他们的核弹头制造的原料铀哦。那以色列的国防官员就说呢，现在川普已经认真考虑要派遣特种作战部队进入伊朗执行特定的任务。那卢比欧也证实，他说，必须要人把这个铀给拿走。那欧洲的态度其实也很分歧哦。我们知道战争刚刚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国家有帮忙，有一些国家 say no。我们来看看。梅洛尼，大家知道他跟川普关系不错，现在川普又给他鼓励说，哇，梅洛尼你好棒棒哦。主要是这个梅洛尼有讲，意大利考虑计划提供防空援助给波湾国家，帮助他们因应伊朗空袭。所以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梅洛尼是伟大的领袖。还有一个国家西班牙已经被川普扬言要制裁了，可是他不屈不挠。我们看到这是西班牙的首相Sánchez。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Me siento orgulloso de Pedro Sánchez. Me siento orgulloso de su tarea, de su valentía, de su dignidad. Hay que ser valiente y patriota para decirle a ese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 no, en España manda España, en España manda el gobierno de España y la soberanía de España es España, eso es ser patriota. 好，西班牙由西班牙人做主，他们向川普 say no， 我们不要。来，川普说要制裁他的贸易嘛，川普这个人从来不读书的啦。美国跟西班牙的贸易，美国是入超就跟巴西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反正我也懒得理他啦。那意大利在1战、2战的战果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海湾国家估计不会接受他的雷达啦。我看接受了也不保险啊。其实现在真正的状况就是，美国怎么办？如果这个导弹的地下层你打不到，那现在就扬言要派地面部队嘛。那传出来的82空降师，他大概有5000人的精锐部队啊。上次那个苏莱曼尼就是他们杀的。可是这个精锐部队你要把它放来守赫姆兹海峡。这个实在太怪了啦！
送死。这个通常是去达成目标就走了，都是这样。就斩首这样。比如说像宾拉登上次被杀，对，那也是我不知道那是海豹吧？海豹对。他执行任务就走了嘛。有没有可能去夺岛啊？夺那个哈尔克岛？你夺岛以后呢？我请问你啊，你的目的是要让邮轮敢通过嘛？对。那难道我不能从也门炸吗？我不能从伊朗用火箭炮，我用也门射飞弹呢？那哪个邮轮敢去那里啊？大家是怕。我跟你讲，那个大型邮轮每一艘造价都是包括里面的货了，都1亿美元以上了。是。谁要去冒这个险啊？所以这个并不是保险费的问题。美国说我提供保险嘛，不是保险费的问题，是命的问题啊。我万一被炸呢？而且我跟你讲，还可能有故意假攻击的，比如说以色列来炸，然后赖给你说是你干的。你看到伊朗那个女校，不就这样？我跟你讲，美国已经有2个媒体啊，《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都已经登出那个真相的过程。你川普还要这样赖账，是美国的2大媒体耶，人家用那个分隔照片，他以为那个是一个海军基地，误炸，可能在附近啊。对，60公尺听说。然后用战斧飞弹去打嘛。对，那就打到学校嘛。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辩解了。你还不调查不究责，这简直匪夷所思。我跟你讲，美国人的正义感没有那么离谱了。对。因为这个这么明显。你好歹也做个调查吧。他们好像有进行调查。No， 因为总统说是伊朗干的。你怎么调查？就跟那个北溪2号一样嘛。北溪2号到现在真相也不知道啊，更何况这个是在战争之中。我跟你讲，伊朗早就已经决定要让那个他的策略啊，叫 blind 就是让你看不到，对，所以就要破坏你的雷达的数据链嘛。是。所以 AWS 被炸，完全是意想之中啦。然后巴黎那个第5舰队的司令部为什么被炸多次？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司令部、舰队司令部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情报中心。所以它多次要把它炸得完全，让它完全不能作用。伊朗讲了3句话嘛，一个是 blind， 那第2个叫 deplete 就是让你的拦截弹没了。最后是 overwhelm， 就是用饱和攻击开始炸以色列。所以他的战略是很清楚的啦。对，就是先让你瞎了，然后接下来让你拦截弹用光，那接下来我就准备打以色列了。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想嘛。所以美国你要想出办法打断他这个战略了、战术了。否则以色列真的是等着被炸。我看到昨天是有一个消息，是美国川普打算送2万颗飞弹到以色列去当做后援，那个都是攻击的啦，而且不经过国会授权。我跟你讲，美国现在缺的不是攻击炸弹，是防卫的，就拦截弹。对，拦截弹，拦截弹美国是真的不够了，除非要把亚洲的搬过去。我们的爱国者要小心了。来，张延廷将军，美国要提供给以色列，我看不是2万颗的飞弹，可能是炸弹。因为飞弹要有推进器，你要有推进的，你这个才叫飞弹嘛。但是这个数量太，对你提供2000枚可以，2万枚可能没你说飞战斗机飞过去的炸弹，战斗机，然后挂在那个战斗机的派龙架下面，然后去丢，丢的那个丢炸弹。那我认为现在已经进入报复战的模式。那伊朗他也选择，他是有选择性的哦。你看他选择的是关东系统，选的是高价目标，因为什么？拿这个飞弹，或者是拿这个无人机炸，那个是上100亿的那么便宜的，只有大概几十万上100万的，去炸100亿的，那不是那个1万倍的这种报酬率吗？所以伊朗他有列出报复清单。这报复清单第一个是关东系统，第2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萨德跟数据链，那第3个了，我判断他以后可能会打发电厂、油田，还有，我认为可能就是那个淡水净化、海水淡化厂，那可能这个样。那不得了，那高价，那就是高价的。我拿这个很便宜的无人机、很便宜的飞弹就把你炸掉，
那怎么办？那个如果是那个变电站跟发电站被炸掉，那整个会不是光只是这个军事上会受瘫痪，连商业上可能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我认为伊朗有列这个哈米尼报复清单，就是哈米尼被杀了，被刺杀了。好，那报复清单有 A 有 B 有 C 有甲有乙有丙，类似这个样。那现在哈尔克岛，美国要派这空降师去战，我认为可能性，我认为困难度蛮高，易攻难守。你怎么守？那个岛那么小，然后你把这个哈尔克岛攻下来之后。那伊朗天天打飞弹上去啊，一天派无人机去炸那个岛上就那么大，你怎么那腹地有限啊？就有点像乌克兰战争的那个蛇岛一样，那谁去战，这飞弹就往上面炸就对了。岛就那么大，那地下化也非常有限，所以要炸你这个哈尔克岛，可能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尤其是要去守蛮难守的，攻可以攻下来啊，但守怎么去守？那现在美国要把这个伊朗的所提出的60%的浓缩铀啊。去把它拿走，我认为困难度也增加，也蛮大的，风险蛮高的，因为你要进入很容易啊，但是你如果拿到这个，你要撤退怎么撤退？是就困难啊。你部队上可以空降，那你怎么运回来？从地面上撤退，还是空中派那个作战这个我们叫做这种运输无人机去把它人接回来？我认为撤退上是蛮困难的。那这样子的话，难度蛮高。那要对这个450公斤的浓缩铀，把它做一个移到其他地方，困难度蛮大。第二个，那个伊朗已经分散屯储了，好几个地方，你的450公斤不是在一个地方啊，你每个地方放50公斤就放9个啊，你怎么去打9个啊？你不要拿了3个4个，那其他的还有啊，你现在就打草惊蛇就没办法。第三个，它都地下化，你地上走就可以炸，它通地下化，伊朗可以固守不行的时候啊，这个。美军进去了，把它封掉，把整个洞口炸掉，让你在里面吧，就直接把它毁了。封了之后毁，他先固守，然后再封掉，封了之后毁掉，人就在里面，我就不要了。因为伊朗他有时候解决，他不是便宜，不是在那边只是那边以逸待劳，他只是还会想怎么样。你如果夺了，那我就把它毁掉好了，让你人通通在里面，我看你怎么出来。OK， 因为他现在他可以有爆炸的。整个的我们所讲的鬼雷都能放在那边啊，那有没有这个吗？我认为伊朗会有这方面的警觉。是，来老师，我必须强调一下哈，西班牙人的正义感，基本上的话呢，我也很认同，桑切斯是做得不错，他底下的那个前面的首相José也认为他做得不错，西班牙人带种就把这个话说出来啊，这个不是说你国家有没有穆斯林的问题，这个基本上的话呢，这个美国从头到尾带头的人，川普就是又笨又坏，其他连带的他好像有传染病一样，那个卢比奥也是很笨很坏啊，然后海格塞斯更笨更坏。啊，这么一连串范斯的话呢，现在突然不见了，大家都谣传啊，他那个做不出来什么事情。我会觉得这事情，首先第一个就是偷袭，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做了很多反人道事情。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那个海格塞斯的话呢，大家要知道啊，前阵子的话呢，这个有一个伊朗的这个舰艇到印度去参加阅兵，美国也参加了，叫德纳号，然后在那边躲起来，用核能的这种潜艇藏在海底下，一到了公海，在公海内把人家干掉以后，海格塞斯做什么事？他不是去救人呐，他马上就跑去开记者会，跟你们讲说，哇，我把他们那个海军那个舰艇都干掉了。我那个时候我看那个报道，我觉得很难过。他说，这个2次大战的时候，纳粹把英国的或美国的商船打掉以后，他们第一件事呢，把上面的人捞起来。战争是战争啊，人道是人道啊，这种正义感的话，那起码有原则啊。你怎么可以搞这种方式呢？你怎么仇恨加深呢？对不对？然后你那个把人家小女孩打的，我刚刚听了奇怪，我得到消息是160几个人，你刚刚讲170人，175个，170。哇，那哇塞，那这个实在是这个仇恨太深了。伊朗是这边啊，这个仇恨真的太深了。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个基本上的话呢，你要了解，那美国人做这件事情的话啊，我们相信。美国有很多人是充满了正义感，那他们都很讨厌川普干的事情啊，对不对？那川普现在的话呢，讲话通通都是谎话，而且自己没有办法。我告诉大家，有2件事情是非常特别的。第一个的话呢，伊朗这一种鱼死网破的搞法，是完全把哈梅内伊干掉以后才出现的事情啊。你被把他干掉，他把他压住啊。那萨拉曼尼被杀的时候就已经被压住了，对不对？然后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打得这么准？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6月的时候打得很不准啊？说怎么以色列铁穹多厉害？那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去看看现在特拉
拉维夫变成什么样子。我跟你讲，你特拉维夫的照片跟加沙走廊照片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都被炸平了。真的是人类的大悲剧哦。不过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战争部次长昨天说了什么。他讲说，对伊朗发动战争可以发挥嚇阻中国的效果，可是中国可能还没有被他吓到。我们全世界啊，已经很多人被吓趴了，包括雅股今天全面下跌，日本、南韩的股市狂泻7%以上，我们台股啊一度也重挫2000点以上。最后收盘是大概下挫1400多点。另外，油价飙涨震撼市场。南韩现在打算要实施近30年来第一度的实施油价上限哦，就是你涨到某一个程度就不准你往上涨了，不然呢，这个国内的燃料价格会无限制的往上涨。我们台湾现在有某种程度的冻涨。那另外，油价冲破100元之后，川普很淡定啊，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啊，只是为了追求和平所付出的微小代价。如果你是笨蛋，你才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看法跟我不一样的话，可是《金融时报》有分析哦，他说川普没有多少选项可以抑制油价飙涨，所以未来恐怕会很难控制了。而另外呢，中东战事外的不对称消耗战，包括伊朗可能没有办法在战场上跟美国还有以色列分出胜负，可是有能力呀，把战争的成本外溢到全球市场，我们现在就在承受，包括转移到能源啊、物价啊，战争转化回一场你打得赢我，可是你耗不起的持久消耗战，而且它消耗的是你跟我全球我们所有的人。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海湾国家现在有不同的看法了。先来看看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哦，那最近过去1个礼拜有9艘船遭到波及哦，那有7个人不幸死亡。那另外我们看到石油涨价，科威特停产，荷姆兹海峡接近瘫痪。美国的能源部部长说啊，可能要几周才能恢复。如果几周能恢复，可能还不错哦。这个大家会担心的是，会一直长久的继续下去。川普压力来了，海湾国家说可能会重新审视对美国的投资，他们打算重新评估海外投资布局与各类的承诺哦。这一个举动可能会逼川普政府调整对伊朗的策略，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这个冲突，因为包括这些海湾国家，他们现在有一点受不了了。你看到帆船、饭店，你看到各个机场都被攻击了，而另外中东战火也烧到了日本。我们看到日本呢传出下达动用国家石油储备战令，哦，这个也很严重啊。那另外呢，现在北京正在举行2会。外交部长王毅啊，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说，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哦，他再一次的这个驳斥他哦，说日本有何资格插手呢？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日本第一次部署了射程1000公里的飞弹。当局没有说明，可是熊本的居民已经反弹了。这是来自于8号的深夜，陆上自卫队运这个发射的装置，然后进行一些设备的维护啊，还有队员的教育训练，计划在本月底完成部署。那这个地方呢，他们要配射程大概1000公里的12式陆基反舰飞弹改良型，针对的又是谁呢？来，我们请教亮哥。这个石油啊，目前是 G7 在开会，那大概在考虑要不要拿出战备储油啦，因为整个市场少了20%的供应嘛。那主要大缺的是日本、韩国啦这些国家啦，包括台湾啊。那因为他们应该有一些互相协助的机制嘛，这个只有台湾没有参加啦。可是龚明鑫不是说可以跟日韩调货？日韩自己都快死了啊，跟你调货。可是我跟你讲你从这里也看出我们台湾自己准备不够，这也要怪蔡英文。蔡英文，你把天然气占比拉到50%，是为什么天然气的储备只有11天？为什么没有增加？我跟你讲啊，日本的天然气是35%，它的储备是55天。韩国30%，储备是53天，我们11天最多。对啊，那请问你在干嘛？民进党你已经执政10年了，为什么你天然气储备只有11天呢？因为你没有盖油气槽嘛，有争议嘛，还有接收站啊，一直有人抗议，你会得罪人嘛？对啦，
那你一直没有办法落实嘛，所以你看煤炭储备超过2个月，所以龚明鑫最诚实啦，了不起烧煤嘛，龚明鑫讲的诚实话，大概3月15之后，你就会慢慢感觉了，比如说会不会区域调度限电，然后真的没办法，你就开始每天戴口罩上街。尤其是中南部，这没有办法，会更严重。你不用燃煤，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想要处理这个问题。那中国，其实我跟你讲啊，波斯湾整个出来的油一天是1500万桶，500万桶去中国，那很多哦。印度，跟日本都是170万桶，是韩国是150万桶，可是中国大陆可以跟俄罗斯紧急调啊，还有它的战略储备世界第一，所以中国大陆1-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主要是日本、印度，还有韩国，还有我们。然后川普又宣布了一件事，说俄罗斯本来限制卖油给印度，对，可以解除，好像90天，对不对？解除90天。所以那个参议院那个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那个 Chuck Schumer 出来大骂川普啊，说俄罗斯提供情报定位在打我们的美军，结果你让俄罗斯可以卖更多石油给印度，你川普在干什么？我讲白了，川普就是对普京还有习近平都客客气气的，的确是，人家感觉就是这样啊，的确是，结果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石油危机，坦白说啊，日本、韩国、台湾会是最严重的啦，因为我们是工业的大国嘛，那这个影响就很大哦，因为你可能会造成工业停摆哦，这个不是只有发电的，因为你没有石化原料，有很多中下游的产业也会停住啊，所以其实影响蛮大的，所以为什么今天股市会跌成这样那今天我刚刚还看到赖清德啊，在某处演讲，还在说股票有没有赚到钱呢、啊？赖清德，我跟你报告一下啊，今天3月9号、3月4号、3月3号，都是3月，这3天都是外资卖超历史上前10大。前面2次都卖了900多，今天卖了1000多。他还在问我们有没有赚钱呢？是今天问的哦。是啊，所以我说你是不是完全脱离状况？你去看一下外资卖超的金额，都是3月，今天才3月9号哦，有3天外资卖超史上前10大，今天是第1大。对，的确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岳老师，怎么看现在伊朗的战法？我觉得，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伊朗的战法到目前为止呢，取了阶段性的成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怕伊朗撑不下去，因为呢，我就举这个几个重要的原因了。因为首先第一点的话呢，伊朗的成功的话呢，荷姆兹海峡它的锁法，真的是不要命了啊！所有的船都打，而且还死7个人。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啊，因为荷姆兹海峡，大家都知道啊，你对石油是刚需啊，你生产太多也没有用，生产太少更不行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禁运是大家想得不到，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想得到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啊，这个伊朗的话呢，就是马上要进攻了，因为伊朗的这个导弹大概就是3000枚，2500到3000枚，然后剩下的无人机大概有个几万台。那么现在的话呢，它本身来讲，在不对称的兵力上来讲，它在整个攻击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话呢，我刚刚讲到一半啊，这个哈梅尼西，这个日本的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一下子被杀掉以后，就没有人拉住了，没有人拉住的话，底下就炸弹全部出来，就是分散式，这个叫去中心化的攻击。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觉得伊朗确实是看得很清楚，美国是打不起持久战的了啊！因为美国现在，因为首先的话，川普的指挥的方式的话，他讲的事情都非常非常离谱啊！现在油价涨，我们刚刚利用休息的时间，大家都忧心忡忡啊，
都会觉得说，你这个油价如果持续上涨的话，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影响，对整个产业的影响，以及对于大家生活的影响，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啊，让台湾真的会感觉到你必须觉醒啊。因为我刚刚听到亮哥讲说，我们天然气储存只有11天了，你要了解啊，这个东西，因为你股市下跌是针对有股票的人来讲啊，但是你不能够洗热水澡，你就知道厉害了。对不对？那人家日本的话做好准备啊，日本的油存量254天了，那中国大陆更多，而且油源一直开发，电力的话呢也不断的开发，各式各样的准备。我不晓得我们之间做了什么样的准备，你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你在台湾本身来讲，我刚刚看到一开始美国国防次还讲说，哎，这个对伊战争可以发挥嚇阻中国的效果啊！我不知道你根据什么乱讲。啊，真的是乱讲！什么嚇阻中国呢？这个我不用讲啊。我们有个翁履中啊，在美国教书的，他说啊，他用了4个字来说明大陆现在情况。他说，世界上的大国只有中国是好整以暇啊！你在面对各种情况，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美国还剩下的导弹剩几枚啊？美国剩下的防御的飞弹剩几枚？那大陆都没用啊！本来就生产很多，现在又没有用，制造出来的结果的话啊，看到你这边打着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这怎么叫嚇阻呢？所以说。可以说是，我觉得伊朗打得准啊，不是俄罗斯就是另外一个神秘的大国会提供一些导弹的讯息，否则怎么会突然之间打得这么准呢？啊，是我们现在已知的讯息是俄罗斯有在后头提供资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伊朗战争呢，外溢的3个现象。第一个，我认为首推呢就是我们能源，因为能源会吃紧，能源一吃紧之后，能源价格上涨，能源价格上涨，那这样的话，大家通膨就紧接来了，因为所有食衣住行跟能源都有关系啊。那通膨来了，股市也震荡了，那经济就会衰退哦。那经济衰退的话，那个压力会到哪里去？我认为压力会到美国，因为美国在2025年是属于这个关税战、这个经济战、贸易战，那2026年那是变成那个能源战，那造成这个经济上的动荡。那这样子，我认为整个它会外溢到区域，中东区域，要外溢到全世界，变成这个状况。那第二个现象呢，我认为是这个外溢到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美国不能再供应给乌克兰啦，那乌克兰就被俄罗斯一直打，不可能的嘛。那这样的话，那乌克兰怎么办？没有武器给他了。那俄罗斯的话，怎么把乌克兰这个摧枯拉朽去了？所以我认为乌克兰战争在现在没有探讨了。我看乌克兰战争会被伊朗战争拖到，而造成他的这个武器供应不到，然后弹尽援绝，它状况会非常吃紧。那第3个外现象，我认为时间压力，因为拖太久啊，整个地缘战内中东地区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兵贵速不贵久嘛，你打越久之后，区域不稳定，这个中东区域不稳定会外溢出来。那造成全球的不稳定，不光是经济的不稳定啊，也会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呢。那这个我认为这个全球的这种大的这种棋盘、这种棋局都会受到影响。我认为台湾也要面对压力啊，因为台湾是能源进口国，就99%靠进口。那这样子的话，能源就牵一发而动全身，台湾的所有的这个产业、商业、工业都要受能源的这一方面的影响啊。那台湾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准备？而且中国大陆因为美国在这个打伊朗战争，那中国大陆它的军事上也会做调整哦。那这样美国也会穷于应付。那